各位聽眾朋友，大家好。喺過去一個禮拜，標普500指數雖然衝上咗6300點樓上嘅歷史高位，成個市場嘅氣氛好似開緊 party 咁，由散戶到大戶都瀰漫住一股 FOMO，即係害怕錯過嘅狂熱情緒。但喺另一方面，喺呢片繁華嘅背後，實體經濟嘅警報聲已經越嚟越響。美國領先經濟指標 LEI 最新數據顯示，佢已經係過去40個月裏面第38次下跌，衰退信號可以話唔再係預測，而係現實。呢種股市狂歡同經濟衰退之間嘅危險脫鈎，正正就係我哋今集要深度解構嘅核心矛盾。究竟係 AI 嘅宏大敘事可以繼續帶領市場衝破天際，定係冷冰冰嘅經濟數據最終會將大家拉返嚟現實？而家呢個位，我自己個人又點樣操作？喺我哋深入分析之前呢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嘅所有內容呢，純屬個人意見分享，同市場數據分析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功課，揾專業人士傾傾。簡單嚟講，而家個市就係一場敘事同現實之間嘅拔河比賽。敘事派嗰邊嘅理據係咩呢？好簡單，就係 AI。佢哋相信 AI 係一場工業革命級別嘅變革，可以帶嚟無限嘅生產力增長。你睇下上個禮拜 Google 嘅季績，雲端業務增長31%，簡直係坐住火箭咁飛，證明咗 AI 嘅需求係真實而且極度旺盛。加上市場普遍覺得經濟數據差啲唔緊要，因為咁樣聯儲局就有借口減息。所謂壞消息就係好消息，呢個劇本大家係咪好熟呢？但係現實派見到嘅嘢就完全唔同啦。我哋睇到嘅係 LEI 指標插水式下跌，製造業新訂單疲弱，消費者預期低迷，呢啲都係教科書級別嘅衰退前夕信號。更加棘手嘅係特朗普嘅關稅大棒又舉起咗，呢啲關稅本身就係通脹嘅直接來源。咁就搞到聯儲局好尷尬啦，陷入一個典型嘅滯脹困局。經濟差要減息救市，但一減息又驚通脹死灰復燃。可以話聯儲局已經被綁手綁腳，政策上陷入癱瘓。所以呢場仗嘅關鍵就係，究竟市場嘅樂觀情緒可以無視宏觀經濟嘅地心吸力幾耐？要理解市場有幾狂熱，我哋要睇幾個極端數據。第一，散戶嘅參與度。根據 Citadel 嘅數據，今年5月散戶嘅交易量佔咗美股總成交額嘅21%，呢個係自從2021年迷因股狂潮以嚟嘅最高水平。散戶衝入場買咩？主要係 AI 概念股、冇盈利嘅科技股同埋槓桿 ETF。呢一個情況喺高盛嘅未盈利科技股指數上面反映得淋漓盡致。呢個指數由今年4月嘅低位，短短幾個月內飆升超過66%，連蝕緊錢嘅公司股價都可以一飛沖天。呢個清晰咁話俾我哋知，市場嘅驅動力已經唔係基本面，而係強烈嘅 FOMO 情緒，資金好似饑不擇食咁湧入高風險資產。第二，期權市場嘅瘋狂。高盛嘅數據顯示，截至7月21日，睇升嘅 call options 佔總交易量嘅比例已經飆到68%，直逼2021年嘅歷史峰值。呢個代表好多投資者唔單止睇好後市，仲要加槓桿去追。市場嘅脆弱性可以話係急劇升高。最諷刺嘅係咩呢？喺一片狂熱之中，衡量市場恐慌程度嘅 VIX 指數同埋債券市場波動率嘅 MOVE 指數，竟然維持喺一個極低嘅水平。喺 LEI 發出明確衰退警報嘅背景下，呢一種低波動，我個人會解讀為危險嘅自滿。市場好似選擇性咁無視所有警號，而呢一種平靜本身就係一個巨大嘅風險。一旦市場情緒逆轉，調整將會非常非常劇烈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咁我個人點睇，又會點部署呢？老實講，而家呢個市場嘅交易難度係非常高嘅。一方面，基本面嘅風險實實在在，但另一方面，市場嘅動能同趨勢亦都好強勁。前高盛交易主管 Scott Rubner 講嘅痛苦交易 Pain Trade， 正正就係繼續升，即係話喺呢股FOMO情緒耗盡之前，挾淡倉嘅行情可能仲會持續。你如果而家就全力做淡，好可能會輸得好慘。所以我嘅做法係唔會逆市而行，但亦都絕對唔會喺呢個位火中取栗。具體嚟講，我嘅策略有幾點：第一，降低 beta， 專注 alpha。我會逐步減持追蹤大市嘅 ETF， 降低對整體市場 beta 嘅敞口，然後將更多精力放喺揀股唔炒市上面。個市可能好波動，但係個別公司嘅機會依然存在。我會去發掘嗰啲基本面紮實、估值合理、有安全邊際，而且唔係純粹靠 AI 故事炒起嘅公司。
第二，現金為王，保持靈活。喺一個咁唔確定嘅環境裏面，持有足夠嘅現金係你最大嘅武器。當市場出現非理性拋售嘅時候，你先有彈藥去執平貨。第三，為8月做好保護。我非常認同 Rubner 嘅警告，歷史上8、9月通常都係股市表現比較差嘅月份。我會開始逐步部署一啲保護性嘅倉位，例如買入少量嘅認沽期權 （put options） 當做保險。記住，係保險，唔係賭大細，所以倉位唔會大。第四，留意宏觀對沖機會，好似我哋之後會詳細講嘅日本市場，股市同債市出現咗嚴重背離，呢啲就係潛在嘅宏觀對沖機會。總結我嘅策略就係享受派對，但要企喺門口附近，要意識到市場嘅脆弱性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再將鏡頭拉近啲，睇下唔同板塊同公司嘅表現。首先睇下市場嘅寵兒 Google， 佢份季績表面上係無懈可擊嘅。核心搜尋業務穩如磐石，增長11%，YouTube 廣告收入增長加速到12%，而最亮眼嘅雲端業務收入增長高達31%。呢啲數據都喺度話俾大家知 AI 嘅需求係真金白銀，但係魔鬼喺度細節，市場對呢份靚仔業績嘅反應相對冷靜。點解？因為 Google 同時宣布將全年嘅資本開支 Capex 由750億美元大幅上調到850億美元。呢一場為咗未來 AI 霸權而發動嘅軍備競賽，正正就係一把雙面刃。佢確保咗 Google 嘅長期競爭力，但短期內會嚴重蠶食公司嘅自由現金流。所以 Google 嘅故事係一個短期陣痛換取長遠收益嘅故事。如果話 Google 係天堂，咁 Tesla 就係地獄。佢份季績我會用殘酷現實4個字嚟形容。我哋唔好睇故事，齋睇數字。總營收年減12%，核心汽車業務收入年減16%，營業利潤率由舊年同期嘅6.3%暴跌到4.1%。而最得人驚嘅數字係自由現金流 （Free Cash Flow） 由舊年同期嘅13.4億美元驟降89%，得返1.46億美元。呢個數字真係唔講得笑嘅喎。自由現金流暴跌89%，意味住公司賺錢嘅能力出現咗嚴重問題。一方面賣車賺少咗錢，另一方面投資 AI 同擴建工廠又要繼續燒錢。呢一份財報血淋淋咁揭示咗一個事實：Tesla 正嘗試用一個不斷萎縮嘅核心業務去資助一個極度昂貴嘅未來夢想。佢嘅股價完全係靠 Robotaxi 同 AI 嘅故事支撐住。一旦投資者對呢個故事嘅信心動搖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將 Google 同 Tesla 放埋一齊睇，再結合 FactSet 嘅數據圖表，我哋會得到一個好重要嘅啟示。圖表預測科技七巨頭嘅盈利增長將會由2024年超過30%嘅水平，到2025年第二季大幅放緩到14.1%。與此同時，其他493家公司嘅盈利增長會變得更加穩健。呢個暗示緊市場未來可能會出現風格輪動，資金可能會由估值極高、增長開始放緩嘅科技巨頭流向其他基本面改善、估值更合理嘅傳統行業。講到宏觀，我哋一定要深入探討兩個互相緊扣嘅主題：特朗普嘅貿易政策同埋日本市場嘅內部危機。特朗普嘅貿易模式其實好有跡可尋，可以總結為極限施壓，然後俾個折頭你。佢會先威脅你一個好高嘅關稅率，等你驚，然後喺談判桌上用一個比較低嘅稅率作為優惠，去換取你喺其他方面嘅巨大讓步。最經典嘅案例就係日本，特朗普一開始威脅要對日本徵收25%嘅關稅，最後達成嘅協議係15%，睇落好似係日本贏咗，但代價係咩？係日本承諾對美國投資5500億美元，並且要開放汽車、農業呢啲極度敏感嘅市場。呢種模式佢成功咁複製咗喺印尼、菲律賓等多個國家身上。呢種策略對市場嘅短期影響係正面嘅，因為佢提供咗一種可預測性，令投資者相信最壞嘅情況，即係全面貿易戰可以避免，所以風險情緒會穩定落嚟。但係呢個亦都係日本市場致命裂痕嘅源頭。呢個貿易協議對日本嘅出口產業係天大嘅利好消息，所以日經指數就好似食咗藥咁向上突破。但係同一時間，你睇下日本嘅債市，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經衝穿咗1.6%，創下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嚟嘅新高。點解會咁呢？喺一個有重大利好消息嘅環境下，債市竟然仲係咁疲弱，呢個正正反映出佢內部問題極度嚴重。政府開支不可持續，央行政策去到極限，市場開始懷疑佢嘅償債能力。而家最危險嘅情況係，一旦日本嘅資金因為國內利率上升而大規模從全球回流，
第一個衝擊嘅好可能就係流動性最好，但估值最貴嘅美國科技股。呢個係一個潛在嘅全球系統性風險，但而家市場似乎仲未完全消化。最後，我哋快速掃描一下其他資產類別。喺外匯市場，我哋睇到人民幣對一籃子主要貨幣，例如歐元、日元，呈現普遍貶值嘅趨勢。呢個對於中國嘅出口嚟講係一把雙刃劍，短期內可以增加出口競爭力，但長期嚟講可能會加劇同其他國家嘅貿易摩擦。喺商品市場，中國嘅稀土磁鐵出口喺經歷管制之後有所反彈，但仲未完全恢復正常水平。呢件事時刻提醒緊我哋，全球供應鏈係幾咁脆弱，地緣政治風險係幾咁真實。好，總結一下，我嘅結論係，市場正處於一個由強大敘事 AI 同樂觀情緒 FOMO 驅動嘅高風險階段。但係基本面嘅裂痕，包括經濟衰退信號、企業盈利增長放緩同埋地緣政治風險，都喺度不斷擴大。市場嘅樂觀預期同殘酷嘅現實之間存在住巨大嘅鴻溝，最大嘅風險係市場信念嘅崩塌。一旦科技股嘅業績神話破滅，或者勞動力市場數據出現斷崖式下滑，都足以成為刺破泡沫嘅催化劑。所以我最後嘅投資啟示係高度警惕，靈活應對。喺看似平靜嘅水面之下，往往暗流正在加速。我哋要享受短期反彈嘅同時，必須意識到市場嘅脆弱性，逐步為可能到嚟嘅風暴加固提防。喺咁複雜嘅環境底下，追逐指數已經唔係一個聰明嘅做法，反而利用市場相關性下降嘅環境去發掘嗰啲真正有內在價值、有安全邊際嘅個股，先至係喺呢場敘事與現實嘅拉鋸戰中更為穩健嘅應對之道。如果你想知道我具體睇好邊啲板塊，或者係好似案例中提到嗰啲基本面紮實嘅公司嘅詳細分析，歡迎你點擊下面嘅連結，訂閱我哋嘅 Patreon 啦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個股分析。多謝大家收聽今集嘅跨市博弈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